既生瑜，何生亮？那7个字像一道千年符咒，把周瑜定在中国人的记忆里。一个才华横溢却心胸狭窄的配角，一个活在诸葛亮阴影下的悲情男2号。人生最高光的台词就是那句充满不甘的仰天长叹，然后吐血而亡，成全了主角的传奇。可如果把罗贯中的小说合上，转身去翻陈寿的《三国志》，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周瑜。那里没有3气，没有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狼狈，那里的周瑜是让曹操念念不忘，让孙权痛哭孤河赖哉的国之栋梁，是雄烈胆略坚韧的大将军，是性度恢阔，连老将程普都心服口服的统帅，市区有误周郎顾的风流雅士。他的人生结局是病逝于征途，时年36岁。与诸葛亮的那点恩怨，在正史里清淡的几乎看不见。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到底是什么模样？那个被演绎用厚厚笔墨涂改成气量狭小代言人的人物，拂去小说家言的尘埃，会显露出怎样惊心动魄的本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位汉末三国时代真正定义了风流2字的男人周瑜，周公瑾。帝国程序崩溃，服务器全面宕机，皇帝成了招牌，宦官和外戚把朝堂变成修罗场。接着是军阀混战，黄巾起义像野火燎原，那是个什么世界？人命不如狗，野心大过天的超级乱世。中央权威碎了一地，有兵就是草头王。北方的袁绍曹操，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各地豪强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还觥筹交错，明天就可能人头落地。但对于有本事、有家世、有胆魄的人来说，这又是千载难逢的冒险家乐园。规矩没了，天花板也就没了。底层可以凭借军功一跃而起，比如刘备；世家大族可以凭借资源割据一方，比如袁绍。而周瑜属于含着金钥匙出生，还自带顶级才华和容貌的天选之子。周瑜字公瑾，庐江舒县人，出身仕宦家庭。堂祖父和堂叔都当过3公级别的高官，标准的高干子弟。但如果你以为他只是个靠祖荫的绣花枕头，那就大错特错。史书说他长壮有姿貌，又高又帅，身材好。在那个极度崇尚颜值和风度的时代，一个家世显赫、身材挺拔、相貌俊美的青年才俊走在大街上，是什么效果？但让他真正在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的是另一个更风雅的标签：曲有误，周郎顾。想象一场高级宴会，丝竹管弦，觥筹交错，乐师们卖力演奏，宾客们或沉醉或交谈。突然，席间那位最耀眼、地位也最高的年轻贵宾，周瑜微微转过头，朝着乐队的方向看上一眼。就这么一眼，整个乐队的人瞬间心跳加速，面泛红霞。为了能让这位帅气的周郎多看自己几眼，乐师们故意弹错音符，这6个字太妙了。他勾勒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精通音律的文艺青年形象，他透露出的信息是：第一，周瑜的耳朵极其敏锐，一点点不和谐音都逃不过。这种敏锐放在战场上
就是对战机、对敌情的精准把握。第二，他很懂，有极高的审美品味。这种懂延伸出去，就是对人才、对局势的精准判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他的度量。他听出来了，但他只是看一眼，或许带着了然的笑意，并不点破，更不会发怒降罪。这是一种属于真正贵公子的自信，从容与宽和，这种骨子里的雅量，才是他后来能折服程普等老将，能统帅千军万马的人格底色。风华绝代的周郎已登场，但英雄的成长总需要舞台和搭档。他的舞台是即将到来的乱世江东，而他最重要的搭档，此刻也正策马奔来，那就是孙策孙伯符。孙策是江东猛虎孙坚的长子，父亲早亡，带着母亲弟弟寄人篱下，在袁术手下打工，憋屈得很。但他心里燃烧着收复父亲旧部、开创自己基业的烈火。公元17年，孙策为父守丧结束，举家迁到周瑜的家乡舒县。两个人，一个丧父不久、心怀大志的将门虎子，一个风华正茂、家世显赫的翩翩公子，相遇了。那年周瑜大概16岁，孙策18岁。史书用了3个字形容他们的初见：同断金。兄弟齐心齐力断金，更浪漫的说法叫总角之好。发小光屁股玩到大的情分。周瑜干了件非常周瑜的事，他看到孙策来了，二话不说，直接把自己家的一座大宅院腾出来给孙策一家住。然后他跑去拜见孙策的母亲，也就是后来的吴国太，行礼如子侄。这投资下的是血本，而且眼光毒辣到了极点。他投资的是孙策这个人吗？是，但不全是。他投资的是孙策身上那种扑面而来的英雄气，是那种注定不甘人下的野心和与之匹配的能力。在那个遍地豪强的时代，周瑜凭借他区有误周郎顾般的敏锐洞察力，一眼就相中了孙策这只潜力股，而且是全仓压住，情感和资源全部跟上。接下来的几年是这对黄金组合的创业蜜月期。孙策要离开袁术去江东打天下，周瑜立刻带着人马钱粮去支援。孙策高兴坏了，说吾得倾斜也，我有你周公瑾，这事儿就成了。他们并肩作战，情同手足10载。孙策对周瑜是升堂拜母，让他进内堂拜见自己的母亲，这是兄弟的最高礼节。孙策还给了周瑜极高的评价，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像兄弟像骨肉。在孙策开拓江东的狂飙突进中，周瑜不仅是能征善战的将领，更是关键的政治粘合剂。他利用自己在江淮士族中的人脉和声望，为孙策这个带有外来者和武人色彩的势力赢得了本地豪强的一部分支持。他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为孙策引荐了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张昭、张子布。这位可是内政大才，后来成了孙吴的萧何。此时的周瑜形象立体了起来，他是战场上能决胜千里的周郎，是政治上能串联各方的纽带，是孙策最信任的兄弟和合伙人。他们的组合就像汉末版的速度与激情，一个勇猛无畏在前开路，
一个风流倜傥在后运营，把江东这片土地搅得天翻地覆，也生机勃勃，事业蒸蒸日上，个人的幸福也如期而至。在攻占宛城后，孙策和周瑜分别娶了当地著名的美女姐妹花大乔和小乔，这简直就是那个时代最完美的英雄美人剧本。孙策还跟周瑜开玩笑说，乔公二女虽流离，得无二人作婿，亦足为欢。这段婚姻是浪漫佳话，更是深刻的政治捆绑。它意味着周瑜与孙氏政权从兄弟合伙变成了血脉相连的家族姻亲。如果故事就这样发展下去，孙策扫平江东，周瑜作为头号功臣和妹夫出将入相，也许真能携手做出一番更惊天动地的大业。历史给了他们一个无比美妙的开局。但历史最擅长的就是转折。公元200年，那个如太阳般炽烈、如流星般耀眼的孙策，在丹徒山狩猎时被仇家刺客伏击，重伤身亡，年仅26岁，晴天霹雳。对于刚刚站稳脚跟、充满侵略性的江东集团来说，创始灵魂、军事支柱的突然倒塌，简直是灭顶之灾。外有强敌环伺，曹操在北方已然势大，内部人心惶惶，那些刚刚被孙策打服或者拉拢的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更致命的是，接班的是孙策的弟弟孙权。那年孙权18岁，一个半大孩子，他能压住父亲和哥哥留下的那些骄兵悍将吗？他能带领江东这艘突然失去船长的巨舰，躲过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吗？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另一个人，此时正以中护军身份镇守巴丘的周瑜，他会怎么选？从情感上，情同骨肉的兄长，事业上绝对的知己突然离世，他的悲痛不会亚于任何人。从理智上，他面临一个关键抉择。孙权年幼权威未立，他周瑜手握重兵，名望极高，又是孙策的联军，甚至他自己就是庐江豪族的代表。他是继续效忠这个年轻的前途未卜的孙权，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声望有别的想法？乱世之中，忠诚有时是奢侈品，野心才是硬通货。而且他刚刚30岁，对于一个男人，对于周瑜这样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男人来说，正是黄金年龄。孙策的死固然是巨大的打击，但从另一个冷酷的角度看，是否也意味着他头顶那座最大的山突然移开了？我们无法知道那段时间周瑜内心经历了怎样的波澜，但我们知道他的行动。他得知消息后，立刻带着军队从驻地兴业兼程赶回吴郡。他不是去观望，不是去谈判，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带着兵权回到权力中心，去面对那个刚刚丧兄，内心恐怕充满惶恐的18岁少年。他将自己和手中的军队毫无保留地放在了孙权面前，这个姿态比任何誓言都更有力。它意味着在江东这艘大船最风雨飘摇的时刻，最有力的那根支柱选择了坚守，选择了继续扛起孙策留下的旗帜。从此，周瑜的人生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不再只是孙策并肩作战的兄弟和合伙人，他成了孙权需要仰仗的托孤重臣，是支撑这个新生政权的栋梁。他的肩膀上压上了整个江东集团的未来，
压上了兄长魏晋的遗志，也压上了自己所有的才华、理想和野心。那么接下来呢？一个30岁的年轻人要如何辅佐一个18岁的少年，在虎狼环伺的汉末乱世守住这份基业，甚至开创新天地？北方的曹操已经击败袁绍，基本统一中原，他的目光正缓缓南移。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非庸主，而内部挑战同样严峻。周瑜这个听得出音乐里最细微差错的男人，将如何在这首名为《天下的混乱而磅礴》的交响曲中，为自己、为孙权、为江东奏响属于他们的最强音？序幕已经拉开，核心驱动问题轰然作响。周瑜将如何运用他无与伦比的才华，在绝境中守护并拓展孙策、魏晋的事业，为江东在乱世杀出一条生存乃至崛起的血路？好戏这才真正开始。孙权的江东像一条刚刚换了年轻船长的巨舰，行驶在布满暗礁和风暴的海域。船长年轻，经验不足，船上的大副、水手长、水手们心思各异。北边，曹操彻底击败袁绍，统一北方，正磨刀霍霍准备南下。一封书信送到了孙权面前，写信人是曹操，内容写得冠冕堂皇，大意是：小孙啊，我奉天子之命讨伐不臣，现在大军南下，准备教训刘表那老头。听说你坐镇江东，年轻有为，我很欣赏。这样吧，把你的弟弟送到朝廷来当人质，美其名曰人子，咱们就是一家人，朝廷不会亏待你。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小子，我大军马上到了，识相的就赶紧表忠心，送人质归顺朝廷，不然连你一块收拾。这封信像一块烧红的铁，扔进了孙权本就不平静的权力核心。怎么办？孙权召开会议商议对策，会场气氛凝重的能拧出水来。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几乎是一边倒地主张接受曹操的条件。张昭这位被周瑜引荐给孙策、德高望重的老臣，此刻面色沉静，言辞恳切。他的理由很现实，曹操是豺狼虎豹一样的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征讨四方。我们抗拒，在名分上就落了下风，叫做抗拒王师。而且我们赖以抵抗曹操的主要是长江天险，现在曹操占据了荆州，得到了刘表的水军和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他水陆并进，长江天险已经是共有的了。敌我实力悬殊，不如迎接曹操归顺朝廷，方为上策。这番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江东士族，尤其是本土大族的普遍心态。他们经历了孙策时代的武力征服，内心未必完全归附。对他们来说，家族延续、地方稳定，比跟着孙家冒险更重要。曹操势大，名义上又是中央，归顺似乎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择。孙权沉默着，他内心是抗拒的。父亲和兄长一刀一枪打下的基业，难道要拱手让人？但张昭等人的话像巨石压在他心头，他需要借口离开一下，平复心绪，更需要听听另一个关键人物的意见。他说：诸位说的我都知道了，且容我再想想。起身去了更衣室。这时有一个人紧跟着孙权出来了，是鲁肃。鲁肃追到孙权身边，急急地说：
主公，您投降了，打算去哪里呢？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数匹，从者不过数人，还能像现在这样南面称孤吗？众人的主意都是为自己考虑，主公要为自己深思啊。这番话说出了孙权内心最深处的恐惧和底线。投降意味着失去一切权利和自由，成为曹操笼子里一只装饰用的金丝雀。当时周瑜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孙权急召他回来，周瑜星夜兼程赶回。他一到，整个议事的调子就变了。孙权再次召集会议，这次周瑜在面对张昭等人的主和论，周瑜站了出来。他没有客气寒暄，直接切入要害。他的声音清朗而有力，带着不容置疑的自信。曹操虽然名义上是汉朝的丞相，实际上是汉朝的国贼。主公，您凭借神武雄才，继承了父兄的英烈一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英雄乐于效命。这正是横行天下，为汉家扫除污秽的时候。更何况曹操是自己来送死，哪儿有迎接他的道理？接着他开始了精准的战略分析，条分缕析，逻辑清晰的像一把解剖刀。第一，就算北方已经大体平定，曹操没有内忧能够旷日持久的来和我们争夺疆土，他又怎么能和我们在水战中争胜呢？第二，现在北方并未真正安定，马超、韩遂还在关西，是曹操的后患。第三，曹操舍弃了北方军队擅长的鞍马，改用舟船来与我们吴越之人较量水战，这本来就是以短击长。第四，现在正值寒冬，马匹缺乏草料。第五，驱使中原的士兵远涉江湖之间，水土不服必定会生病。这几点都是用兵的大忌，而曹操全都冒犯了。然后他转向孙权，给出了具体的作战请求：请给我3万精兵进驻夏口，我保证能为将军击败曹操。如果说张昭的分析是基于恐惧的风险规避，那么周瑜的分析则是基于绝对自信的机会捕捉。他看穿了曹操表面强大下的重重隐患：北方未稳，不习水战，劳师远征，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在手。更重要的是，他点燃了孙权心中的那团火。你不是寄人篱下的质子，你是可以横行天下、擒拿国贼的英雄。散会后，他单独去见孙权，说出了更核心、更私密，也更触及权力本质的话。曹操书信上说，有水陆军80万，最多也就20万。用疲惫染病的士卒驾驭心怀猜疑的部众，人数虽多，但并不可怕。我只要有5万精兵，就足以制服他们。愿将军不必忧虑。这番话是真正的统帅思维。他不仅看到了敌军的纸面数字，更看透了其内部的士气和凝聚力问题。疲惫的北方军，怀疑的荆州降卒，这是一支充满内部裂痕的庞大军队，绝非铁板一块。他的分析彻底打消了孙权对80万这个恐怖数字的最后一丝畏惧。至此，抗曹大计尘埃落定。在乱世里，退一步未必海阔天空，更可能是万丈深渊。江东的基业不是用来拱手让人的餐桌，而是我们逐鹿天下的战马。公元28年秋天，曹操的大军
真的南下了，而且形势比预想的更糟。荆州牧刘表恰好在此时病逝，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曹操兵不血刃，拿下了荆州北部，接受了刘表经营多年的水陆军力，包括那支让江东忌惮的荆州水师。刘备在当阳长坂坡被曹操的精锐骑兵虎豹骑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难逃。曹操的兵锋直指江东，他给孙权下了最后通牒，号称今至水军80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我带着80万水军来和你打个猎，灭了你压力，如山崩海啸般压向江东。之前主和的声音又开始窃窃私语。孙权将周瑜任命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军3万速江西进取，迎击曹操。同时，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摆在面前：刘备怎么办？此时的刘备刚刚被曹操揍得鼻青脸肿，带着残兵败将和刘表的儿子刘琦的1万多人退守到长江南岸的樊口。他是盟友还是累赘？是值得联合的力量还是需要提防的枭雄？周瑜和鲁肃在这个问题上高度一致，必须联合刘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何况刘备在荆州还有一定影响力，关羽还有一支能打的水军，多一分力量就多一分胜算。于是周瑜派出了得力助手鲁肃先去和刘备接触，紧接着他自己亲率舰队抵达樊口与刘备会面。这是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面，没有舌战群儒，没有智击周瑜，只有2个身处绝境必须抱团取暖的英雄在战船上进行的一场务实而高效的谈判。见面后，刘备客气地问：现在抗拒曹操深合我意，但不知周将军带来多少军队？周瑜坦然回答：3万人。刘备的心估计凉了半截，但还是强作镇定说：可惜太少了。周瑜微微一笑，语气里是绝对的自信，这已经足够了。豫州只管看我周瑜如何破敌。这番话既是安慰也是宣告，这场仗我周瑜是总指挥，你配合就好。刘备心中作何感想不得而知，但他当下只能答应让自己的部队接受周瑜的节度协同作战。就在这次会面中，另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诸葛亮。他是刘备派到孙权那里做完外交工作后，跟着周瑜的部队一起返回前线的。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2位智者，在赤壁之战的前夜同处于周瑜的军帐之中。这里没有演义里那些神乎其神的草船借箭借东风，更没有周瑜处处想害诸葛亮反被戏弄的桥段。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上，时间紧迫大敌当前，他们更像是2个被临时抽调到同一个项目组的顶尖专家，一个负责总体战略和军事指挥，一个负责协调己方老板刘备的资源并充当高级参谋。他们可能有战略讨论，别有意见交流，但核心目标高度一致，击败曹操。周瑜是毋庸置疑的甲方和总负责人。周瑜的舰队继续西进，在赤壁与顺流而下的曹操先锋部队遭遇，出战曹军不利，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驻扎。周瑜则率军驻扎在南岸的赤壁，两军隔江对峙，真正的对决开始了。曹操的军队正如周瑜所料，出现了严重问题。北方士兵不惜水战，在颠簸的船上晕船呕吐，战斗力大减。为了稳定船只，曹操下令用铁索
将战船首尾相连，形成巨大的稳定的水上堡垒。这在陆战出身的曹操看来是解决晕船的好办法，但在周瑜眼里，这简直是上天送来的大礼包。一个大胆到疯狂的计划在他心中成型，火攻恰好他手下的老将黄盖也看出了这一点。黄盖对周瑜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持久，但我观察曹军的船舰首尾相连，可以用火攻来击破他们。周瑜当即拍板，就这么干。但火攻需要几个条件：第一，有船能冲进曹军船队；第二，当时正值冬天，多刮西北风，曹军在西北方的上游，周瑜在东南方的下游。放火船去烧风是往自己这边吹的，等于自杀。第三，需要曹操相信这艘船是去投降的。于是中国战争史上最经典的连环计策上演了。第一步，苦肉计。黄盖写了一封投降信给曹操，极尽恭维之能事，表示看不惯周瑜小儿愿意归顺天兵。为了使戏更真，周瑜配合地在众将面前责打了黄盖。消息传到曹操耳中，多疑的曹操这次信了8分，毕竟江东内部有主和派将领投降，符合他的预期。第二步，火攻准备。黄盖准备了数十艘蒙冲斗舰，里面装满干燥的芦苇和柴草，浇上鱼油，外面用帷幕遮盖，船上插着投降的旌旗，每艘大船后面系着便于机动的小艇走戈。第三步，等待时机，或者说等待奇迹。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于东风正史记载非常简略，《三国志·周瑜传》只说了黄盖诈降用火攻，然后时风盛猛，西延烧岸上迎落。建安13年11月的一个夜晚，决定历史的时刻到了。江面上起了大雾，月光晦暗。黄盖率领那几十艘火船，以投降的姿态向江北曹军水寨驶去。曹操的将士们听说黄盖来降，纷纷走出船舱营垒，伸着脖子观看。船到了江心，黄盖下令所有船只同时点火。当时东南风正急，几十艘火船像几十条狂暴的火龙，顺着风势和水流以惊人的速度冲向曹军连在一起的船阵。火借风势封住火威，曹军彻底崩溃了。船只被烧，士兵被烧死淹死，踩踏而死，不计其数。曹操在护卫的拼死保护下，狼狈地从小路华容道逃回北方。那支号称80万实则20余万的庞大军团，在赤壁一把大火中灰飞烟灭。周瑜站在南岸的指挥高台上，注视着对岸那片毁灭的烈焰。火光在他俊美的脸上跳跃，映亮了他的眼睛。这场胜利太过辉煌，辉煌到足以照亮整个时代。从此天下3分之事已成定局。这一把火烧掉了曹操一统天下的幻梦，也烧出了一个真正的三国时代。而点火的人此刻想的已经是火熄之后大地该如何划分。赤壁之战将周瑜的个人声望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顶峰，他是江东的英雄，是挽救危局的擎天之柱。但正如大火终会熄灭，胜利的狂欢之后，冰冷的现实立刻摆在眼前。蛋糕怎么分？赤壁大火刚熄，硝烟还未散尽，对胜利果实的争夺就已经开始。最大的战利品荆州成了各方势力角力的焦点。曹操虽然败退，
但仍在荆州北部的南阳郡襄阳樊城一带保有强大的军事存在。他的大将曹仁、徐晃等镇守着南郡，刘备则趁着周瑜与曹仁主力在江陵对峙的时机，以刘琦的名义迅速南下，夺取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贵阳、零陵4郡，实力急剧膨胀。周瑜的目标非常明确，夺取荆州的核心南郡，尤其是其郡治江陵城。这里是北上襄阳、南阳，西进益州、四川的战略要冲，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亲自指挥与守将曹仁展开了长达1年多的激烈争夺，这才是真正的硬仗。曹仁是曹操麾下第一流的防守名将，勇猛善战，江陵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周瑜打得极为辛苦，在一次激烈的攻城战中，周瑜亲自骑马督战，不幸被刘建射中右肋，伤势很重。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立刻率军出城挑战，试图一举击溃群龙无首的吴军。为了稳定军心，周瑜强忍剧痛，披甲起身，骑马巡视各营，激励将士。吴军看到主帅如此勇毅，士气大振。曹仁见状，知道无机可乘，只好退回城内。周瑜的胆略坚韧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但这伤势或许也为他日后早逝埋下了隐患。躺在营帐中养伤时，周瑜的忧虑一定更深了。箭伤疼痛，但更让他心焦的是战略态势。他对身边的人，或许是来看望他的鲁肃，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取荆州如啃硬骨，骨头难啃，但更怕的是旁边还有等着捡骨头的狼，这匹狼就是刘备。刘备在南方4郡吃得满嘴流油还不过瘾，他亲自跑到江东的京口去见孙权，提出一个要求，把周瑜正在流血拼命攻打的南郡借给他，理由是他地盘太小，不足以安民，而且他可以帮孙权顶在北面抵抗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借荆州。其实当时孙权方面真正完全控制的荆州地盘并不多，主要就是周瑜正在打的南郡一部分，以及江夏郡一部分。刘备要借的是南郡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周瑜听说此事，坚决反对。他给孙权写了一封紧急奏书，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战略构想。刘备是天下枭雄，有关羽、张飞这样的雄虎之将，绝不会久居人下。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刘备迁到吴地，给他盖豪华宫殿，多送他美女珍玩，让他沉迷享乐。同时把关羽、张飞分开，各执一方，让我这样的将领能带着他们攻城略地，这样大事可定。现在反而割让土地资助他，让他们3人聚在一起，又都身在边界，恐怕是蛟龙得云雨，终究不会困在水池里呀。这个计划被称为软禁刘备，分拆关张。他冷酷现实，直指问题核心。刘备集团是潜在的，甚至已经是现实的竞争对手，周瑜看得非常清楚。与此同时，周瑜还提出了一个更宏大的远期战略：西取益州，北并张鲁，然后与西凉的马超结盟。最后他自己回来镇守襄阳，从侧翼威胁曹操，进而图谋北方，与曹操2分天下。这是一个极具想象力和进取心的战略蓝图。如果实现，江东将从偏安一隅的割据政权
转变为有实力争夺天下的强大势力。但孙权犹豫了，一方面周瑜的软禁分拆计划风险太高，刘备是盟友，刚刚还并肩作战，突然翻脸政治名声和信誉会受损，而且操作起来难度极大，容易引发刘备势力的激烈反抗。另一方面，鲁肃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鲁肃认为曹操势力依然强大，是主要敌人，应该巩固孙刘联盟，让刘备去正面抵挡曹操。江东则可以趁机在南方扩张，把南郡部分地盘借给刘备，既能加强联盟，又能减轻江东在荆州北线的防御压力。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原因很复杂。或许他觉得周瑜的战略过于激进，风险太大；或许他当时更看重眼前的联刘抗曹的稳定；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威望达到顶峰，提出如此宏大计划的周瑜也产生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忌惮。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孙权没有同意软禁刘备，反而把妹妹嫁给了刘备，这就是赔了夫人的原始素材。但过程绝非演义中那样被戏弄，并且同意了刘备借南郡部分地盘，这对周瑜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挫折。他浴血奋战打下来的战略要地，要分给那个他极度警惕的枭雄。他的西进益州计划也因为刘备势力的阻隔变得难以实施，在江陵城下的箭伤或许从未真正痊愈，他像一个阴险的伏笔，潜伏在周瑜的辉煌之下。荆州泥潭的挣扎与刘备暗流汹涌的博弈，战略宏图受挫的郁闷，都化作无形的损耗，侵蚀着这位江东统帅的身心。但他不能停下，江东的航船不进则退，他必须为他找到新的更广阔的航道。于是一个比软禁刘备更宏大、更激进，也更能点燃他内心火焰的战略构想，在京口孙权的面前被周瑜和盘托出。这可能是他生命最后一次，也是最为闪耀的激情进发。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会谈细节，但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孙权或许在忧虑北方的曹操和身边愈发壮大的刘备，而风尘仆仆从荆州前线赶回的周瑜眼睛里却燃烧着看向西方的光芒。他铺开地图，手指划过长江，掠过刘备控制的南郡南部，坚定地指向益州四川的方向。他的声音因为长期的军旅生涯和胸中的抱负而略显沙哑，却字字铿锵。主公，如今的曹操新败，内部忧患未平，暂时无力大举南侵。刘备则鸠占鹊巢，借我南郡之地，名为盟友，实为肘腋之患，其事已成，难以促除。他顿了一顿，手指重重按在益州的位置，但天下之大，岂止荆襄、益州牧刘璋暗弱无能，内部离心。汉中张鲁割据一方，不过自守之贼。他的语调升高，充满了鼓动人心的力量。请主公与奋威将军孙瑜一同举兵，由我统领西取巴蜀，吞并张鲁，然后留孙瑜将军固守益州，与凉州的马超结盟，互为声援。我则回师与主公据守襄阳，进逼曹操。如此，北方可图，天下可定。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蓝图！他完全跳出了在荆州与曹操、刘备纠缠的泥潭，直插敌人力量薄弱的西南腹地，拿下益州，
江东就拥有了长江上游，真正形成了据长江之险，守吴楚之所的绝对优势，进可两路北伐中原，退可保有半壁江山，这才是真正的二分天下之策，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显霸道和进取。此刻的周瑜仿佛不再是那个沉稳持重、总揽全局的托孤重臣，而是变回了10多年前与孙策纵马驰骋指点江山的那个少年。他的眼中闪烁着理想主义的火焰，那是对超越眼前困局、开创不世功业的极度渴望。他将自己毕生对天下大事的理解，对军事地理的洞察，对孙权集团未来的全部期望，都凝聚在了这个计划里。孙权被打动了，或许是被周瑜的激情感染，或许是这个计划本身的诱惑力太大，又或许他内心深处也需要用一场对外大扩张来转移内部矛盾和树立绝对权威。他批准了，周瑜立刻行动起来，马不停蹄地赶回驻地江陵，要集结军队筹备粮草，将这个宏伟的计划付诸实施。生命似乎重新注满了活力，步伐都带着风。然而命运就在他最满怀希望的时刻，露出了最残酷的獠牙。行至巴丘军中，可能是江陵旧伤复发，可能是长期的殚精竭虑终于拖垮了身体，也可能是当时无法诊断的急症。史书只留下冰冷的4个字：道阻巴丘，病来如山倒，迅猛而无情。任凭他胸中有万千韬略，麾下有虎狼之师，面对疾病的侵袭，英雄也与常人无异。营帐之内，药石的气味弥漫，却压不住生命流逝的气息。曾经顾盼生辉，能听出最细微音律错误的双耳，此刻或许已被高热和虚弱带来的嗡鸣占据。曾经执掌千军万马、挥斥方遒的手臂，如今连举起一碗汤药都觉费力。江风穿过营帐的缝隙，发出呜咽般的声响，像是为将星陨落提前奏响的哀歌。案头或许还摊开着西征的路线草图，墨迹未干。身旁或许有从吴地匆匆赶来的小乔，红颜未老，却已要面对永别，只能握着夫君逐渐冰冷的手，将眼泪无声地流进心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瑜留下了他的遗言。这遗言没有对个人恩怨的丝毫提及，没有对命运不公的怨天尤人，有的依旧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江东大业，是他深谋远虑却无法亲自实现的战略忧思。他给孙权的遗书中写道：予以凡才，悉受讨逆疏特之欲，委以负心，遂合容任，统御兵马，制直边靡，自效戎行，规定巴蜀，赐取襄阳，平赖威灵，未若在握，志以不谨，道欲报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休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威志未展，不负奉教命耳。他本是一个平凡的人，当年受到讨逆将军孙策特殊的知遇之恩，托付心腹委以重任，得以统领兵马，立志执鞭驱马，效力军中。原计划先平定巴蜀，再夺取襄阳，凭借威望和神灵保佑，认为胜利在握。没想到因为不够谨慎，在路上得了疾病。虽然昨日开始医治，但病情日重，不见好转。人生终有一死，寿命长短都是天命，实在
不值得惋惜，只遗憾微小的志向未能实现，不能再听从教诲和命令了。接着是他最核心的忧虑与建议。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尽，刘备既遇，有似养虎天下之势，谓之中始。此朝事时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如今曹操在北方边境未得安宁，刘备寄居在荆州，如同养虎为患。天下大事结局如何，尚未可知。这正是朝廷大臣们废寝忘食，主公需要日夜思虑的时候啊。最后他推荐了接班人鲁肃。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待虞。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于死不朽矣。鲁肃忠诚刚烈，处理事情认真严谨，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人将死时的话是善意的，如果建议有可以采纳的地方，他死也就无憾了。生死有命，恨不能在此乱世为至尊，再拓疆土，共观天下大定。他遗憾的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那幅刚刚展开无比壮丽的画卷，自己却再也无法提笔。建安15年，公元210年，一代名将周瑜病逝于巴丘军营，年仅36岁。一颗正在上升到最亮位置的星辰骤然熄灭，他带走的不仅是江东的军事支柱，更是一种锐意进取、气吞万里的可能性。那个梦想着饮马长江上游，与曹操逐鹿中原的周瑜，永远定格在了巴丘的江峰之中。他的西征计划随着他的轰然尝试瞬间烟消云散，江东失去了一次战略跃升的最好机会，也永远失去了他最锋利的那把开拓之剑。周瑜的死讯传到京口，孙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他亲自穿上丧服为周瑜发丧，哀痛之情感染了身边所有人。当周瑜的灵柩运回吴郡时，孙权亲自到芜湖迎接，并承担了全部丧葬费用。这不仅仅是做给活人看的姿态，史书记载了孙权痛彻心扉的哭诉：公瑾有亡左之姿，惊呼短命，孤何赖哉？公瑾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如今突然短命而死，我以后还能依靠谁呀？这话里有对肱骨之臣离去的锥心之痛，更有对江东未来深深的迷茫和恐惧。他后来对陆逊评价周瑜时又说：公瑾雄烈，胆略坚韧，遂破孟德，开拓荆州，渺焉难继。君今既之，公瑾雄才大略，胆识过人，最终打败曹操，开拓荆州，他的功业深远，难以有人继承。如今你来接替他。渺焉难继4个字道尽了周瑜在孙权心中那份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分量。孙权给予周瑜身后极高的尊荣，厚葬于故乡，但再隆重的哀荣也换不回那个活生生能为他劈波斩浪的周公瑾了。周瑜死后，他生前极力反对的联刘战略，由他亲自推荐的接班人鲁肃全面推行。鲁肃是一个卓越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主张将荆州部分的盘借给刘备，巩固联盟，共抗曹操。这在当时看似乎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孙权也认可了。短期内这个策略似乎有效，刘备因此获得战略支点，得以西取益州。真正成就三分之事，孙权也得以腾出手来，向南
经营胶州。但从长远看，周瑜的担忧一一应验。刘备势力在荆州扎根做大，最终蛟龙得云雨，不仅夺了益州，甚至在公元219年击败曹操，夺取汉中，势力达到巅峰，对江东的压迫感与日俱增。最终联盟破裂，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败亡，孙刘两家彻底撕破脸。虽然后来出于抗曹需要再度联合，但裂痕已无法弥补。周瑜那西取益州、二分天下的宏大蓝图，则随着他的逝去，永远成了尘封在历史档案中的绝响。江东政权在经历了孙策的狂飙突进，周瑜的锐意开拓后，其性格逐渐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孙权后期以及他的继承者们，更多地将战略重心转向了内部整合，消化已有成果和保守长江。虽然也有过北伐，但那种以天下为棋盘，气吞万里如虎的进攻性战略视野，似乎再未出现。某种程度上，周瑜之死标志着江东政权从开拓进取向保江东关成败的守成心态过渡的开始。那么，我们该如何定义周瑜？一个被诸葛亮气死的失败者，一个在史书和演义中面目分裂的悲情配角。通观他的一生，我们会发现他是一个未完成的英雄。他的未完成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或决策失误，而是因为命运在最绚烂的时刻收走了他的时间。他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展现了极致的才华，却未能走到时间的尽头去实现他最终的梦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古希腊悲剧式的美感。人的卓越与命运的不可抗力之间的碰撞，最后让我们回到那个缠绕了周瑜千年的魔咒：既生瑜，何生亮。当我们抛开小说的演绎，回归真实的历史现场，会发现一个或许更接近事实的图景。周瑜与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后那短暂的交集中，更像是身处同一战壕，为了共同生存而短暂协作的顶尖智者。他们或许欣赏对方的才华，也必然警惕对方的阵营。周瑜死时，诸葛亮刚刚在刘备集团中崭露头角，还未大放异彩。他们之间根本来不及上演那些经典的智谋对决。历史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可假设，但人类的好奇心总忍不住去想，如果周瑜能多活10年甚至20年，三国的历史会怎样改写？他能否真的吸取益州与曹操南北对峙？孙刘联盟又会以何种形式存在或破裂？江东是否会在他的带领下迸发出更强大的进攻性？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答案，但可以想象，长江上的烽火，天下的棋局，定会因为这位胸怀大略、胆识超群的统帅的存在，而燃烧得更加绚烂，博弈得更加多变。它就像一颗划过三国夜空的超新星，在最明亮的时刻爆发，然后迅速湮灭。其短暂的光芒却足以定义一片星域，其能量与物质弥散在历史的星云中，持续影响着后来的轨迹。周瑜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英雄的传奇，更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个人的绝世才华、钢铁意志与无情命运之间那种动人心魄又令人深深叹息的永恒博弈。它的风流，它的雄烈，
他的远见，他的遗憾，共同铸就了一个虽不完美却无比鲜活的灵魂。穿越1800年的时光，至今仍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闪烁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